月光，谢谢你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不也帮了我大忙吗？你那么讲义气，我也不能让你小瞧我呀。你是共产党，那我就必须帮你。你是谁是共产党？我不是。二毛告诉我的，我也是猜的。净瞎猜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敌意的。我特别佩服共产党，听说共产党个个都特别讲义气，都是英雄好汉，我佩服你们。你见过共产党？没有，我也是听说的。没见过，有的话要烂在肚子里，也不能乱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卖你们的。月光啊，你可不能再三心二意，辜负人家红袖啊！不会的，成家还得立业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听爹的。其实我早就想培养你，只是你以前不太成器，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爹，您是想让我进保安团？是啊，这支队伍是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，等我老了，我想把它交给你。那您这是要把保安团团长的位置让给我？说什么呢？我说等我老了以后。您现在还不老啊？我老吗？我看再干个10年8年都没问题。等那么长时间，那我不干了。你以为这团长是这么好干的？要想接我的班，得从底下开始干起。让我从大头兵干起，那我还不如不去呢。那行，看你是我的儿子，从连长干起吧。那还差不多。爹，那个邱小安一直跟着我，我想让他也去保安团。行行行。班长就行，班副也可以。你管我叫什么？方连长，方连长，看我这记性。小安，别着急，等我这个连长站稳脚跟了，直接提拔你，不需要经过我爹。啊，行行行行。红袖，月光，你看我这身虎皮，威不威风？你进保安团了？嗯。小安也进了。连长，我爹够意思吧？嘘。哎，红袖，你真准备在保安团干下去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这不是为了麻痹我爹吗？刚才我想去找二毛，发现有人跟着，我就又回来了。谁盯着你啊？保安团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爹派的。哎，不然你陪我出去一趟吧。去哪儿？回家呀。姑娘回门，新姑也跟着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没问题，我跟着你去。但是到了那儿，你先在屋外待会儿，我进去先跟我爹说说话。好。兰儿，你跟方少爷复合了？对啊，要不是他死缠烂打的复合，他爹方丈梦怎么可能放过我？原来是假复合。当然是假的。上次我是为了帮他才假结婚的，这次他是为了帮我才假复合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爹，上次梁站那个老焦，能把他约到这儿吗？你约老焦干嘛？这你别问了。今天下午能把他约过来吗？老焦昨天离开桃岭了。去哪儿了？说是去乡下收购粮食了，估计没个5、6天回不来啊。不在啊。不便出城的萧红袖，自从上次偷听到老焦和他爹的谈话后，就怀疑老焦是地下党。他想摸清老焦的底细，确认他是地下党后，再依靠老焦送出长命锁。可是老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时间不等人，他只有另想办法。
四太太好。嗯。四太太好。巧巧妹妹，我听说你跟老爷还在闹别扭呢。我是过来人，听我的，跟着老爷呀，保你吃香喝辣的。老爷又会疼人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家那少爷呀，他根本就不靠谱。我早就把他给忘了。忘了，忘了就好呀。他现在和人家萧红秀都已经圆房了，你还指望他什么呀？听我的，保准以后你的日子呀，过得美美的。老爷已经忍耐你很久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是这桃岭说一不二的人物，他的忍耐也是有限的。要是哪天他对你真不抱希望，你面前可就只有一条路了。什么路啊？死路喽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老爷以前有一房三太太，就是因为三太太太想逃走了，被老爷捉了回来，暗地里就给处死了。哼，这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少爷，凤儿，你嚷什么呀？武太太她要寻短见。走。巧巧，巧巧，冯巧巧，巧巧，冯巧巧，巧巧，冯巧巧，快醒醒！快抬床上去！老田，快去请潘郎中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骑马去，越快越好。小凤啊，老爷不是吩咐过你吗？让你和武太太寸步不离。我没离开武太太，要不是我就在她旁边拉了她一把，她可能当场就撞死了。小凤，有谁进来过吗？四太太。老四，你呀，这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冯巧巧自杀，就是你逼的。老爷，你这次是真的冤枉我了。我是去找过冯巧巧，但是都是一直劝她，让她好好做你的五姨太。不信你去问小凤。这些人真的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你有这么好心啊？谁让你去的？你还跟他说什么？当年是我处死了三姨太，你这不是把她往死路上逼吗？老爷，我真的是想让她乖乖做你的五姨太，谁曾想她这么脆弱呀！你净添乱，帮倒忙。冯巧巧一定是绝望了，实在没有活路了，才寻了短见。你别着急，会有机会解释清楚的。哪儿有机会啊？我想跟他单独见一面都难。会有的，你耐心点。是吗？咱们应该创造一个机会，3个人都能顺利的逃离桃岭。我是想跟他逃出去，可我们逃出去以后，在哪儿落脚有很大的分歧。是吗？他就想让我带很多的银票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过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神仙般的日子，哪有那种好事啊？那你的想法呢？我想带他去投奔庞振山，当土匪。投奔庞振山他们多好啊！或者做一个呼啸山林的好汉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可是他不支持我呀。那你现在还救他吗？我们再救他一次吧。他这么憋屈的在我家活着，怕是活不下去。我们再救他一次，救他出去，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都行，哪怕不跟我了。哎，大妈，关着门说悄悄话呢。大妈来了，这边坐。我没妨碍你们吧？没有。红秀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本来在拜堂那天就应该给你带上的。大妈，您太客气了，这礼物太贵重了。这个不是我送给你的，这手镯是方家祖传下来的，你是方家的媳妇儿，就得传给你。好看，好看，我媳妇儿戴肯定好看。手镯就不用了，你看，
我这不带着一个的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手镯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你娘？在我3岁的时候，她就离开我了，就给我留下一个这个。哦。萧红秀有个银手镯，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？眼熟？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大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话说一半又不说了。爹，月光有件事要跟您说，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口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以前冯巧巧，现在应该叫五妈了，送给我一个小礼物，我现在觉得放在我这儿已经不太合适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还给她，以示彻底的了断。少爷，您先交给我，我再转交给他。不，石才，月光，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吧。哎，团长，你跟他们一块儿去。是。少爷好。少爷好。少爷、少奶奶，你去哪儿？吴太太的药在厨房熬着呢，我到厨房端药去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，你好点了吗？我是你长辈，叫我五妈。这，别假惺惺的，看着就恶心。出去，滚！巧巧，你别激动，月光她没有恶意的。她能有什么好意？萧红秀，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，方月光他就是个臭狗屎，就是个无赖。我瞎了眼才会喜欢他。有些事是阴差阳错，有些事是迫不得已，有些事，它就是命。你今天怎么骂我都不怪你，只要你骂完心里能痛快点。你少给我装，出去，滚！月光，你把东西还给人家，咱们出去吧。你刚才失态，要不是我拽你出来，王世才肯定起疑心。我实在是心里难受，我装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没良心的方月光！吴太太，我回来了。吴太太，药已经熬好了。小凤，去帮我拿点红枣来，我要压压身体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2日后，方家出城进香，我会去救你，帮你逃走。收到此信，就叫小凤去找我，说你叫我不要再去骚扰你，看完速回。武太太让我告诉少爷，请少爷不要再去他那边打扰他了。如果不听，他会向老爷告状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这都是他的原话，我哪敢乱说半句。那行，你告诉他，这是我家，我想找谁找谁，爱找谁找谁，他管不着。知道了。下去。看来他是看见那个纸条了，多半是砸了那个瓷罐。那二毛，你去通知。好。抓共党！抓共党！别让他跑了！起来你！你们干嘛要抓他？他在弹药库周围转悠了半天，我们怀疑他是柴溪口的共党，
不抓他抓谁？你谁啊？滚一边去！我可以证明，他不是共党。你凭什么证明啊？我认得他，他是我老乡，老家庐阳的。你老乡就不是共党，我现在怀疑你们俩都是共党。弟兄们，把女的也抓起来！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赶紧把枪放下！哎，少国兄，你认得这女的？别废话了啊！我都说了几遍了，赶紧的把枪放下，要不然你们会后悔的。她是谁呀？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这是方家的少奶奶，方团长的救命恩人。什么？方家少奶奶？您就原谅我吧。那我这个老乡呢？放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走吧。谢谢少奶奶搭救我。你真是红军啊！要是你真敢救，敢救？我不是，我就是附近乡下的，我是个篾匠。啊，那你快走吧，下次记得看看我爹。好，我一定去的。走了。团长，他说是他老乡。是他老乡？啊。还是老爷想的周到啊！诸位长辈，今天你们的安全由我来负责了。光儿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团部啊？我不去了，我今天负责诸位的安全。我这么一个连长，负责一个小班，简直大材小用啊！月光，没听老爷说让你跟我们去啊？这种事我还用跟他说吗？那可不行，月光。少爷这么热心，真是难得啊。方连长，团长让我过来叫你，说今天去城外集训，命你火速归队。你跟他说，我今天有事不去训练了。方连长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团长说了，你要是不回去，就关我1周禁闭。但训练基地离玉福寺不远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，我就跟你去一趟吧。那我走了，各位长辈。我们也快点出发吧。别担心，他先去应付一下，很快就会过来的。走吧。来上香的挺多啊。对啊，不少啊。方家的女人们来上香了。你们就不用跟进去了。今天人太多，什么人都有。没事，在外面等着就好。是。怎么会是她？她怎么成了方家的女人？你认识？我当然认识，我中学同学。那是在庐阳吧？对。走吧。没精打采的样子，用点力。这个样子还是训练吗？像你们这帮熊样，上了战场还不当炮灰啊？团长，那个方月光跟邱小安呢？上茅房了。去多久了？去了1块了。去看看。大官，来去看看。是。志才，你去一趟玉福寺，马上就去。您是担心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赶紧去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少爷。少爷，少姑，你叫什么叫啊你？方团长喊你们俩回去呢。走走走。
团长，副团长，我把他俩给您找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就你们2个屎尿多啊？昨天豆子吃多了，今天跑肚拉稀的。有光，你负责3营的训练。王营长呢？他有急事，我让他回团部去了。我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锻炼锻炼嘛。走，快快快！走。干嘛的？你们2个跟我走。干嘛？嘘，走。走。他们干嘛的？人呢？他们人呢？武太太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他俩去哪儿了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怎么了，大太太？那武太太跟少奶奶人不见了，快去找！那边跑了，那边快去！追！快点！小心！没事吧？我跑不动了。月光哥怎么还不来啊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呢。说好了在玉福寺里面等我们呢。方宇哥被他爹逼着去集训了。可是从训练基地过来也该到了呀。估计盯得紧，跑不出来吧？那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。二毛，我东西呢？在这儿，都在包里，产品锁也在包里，一样都没少。好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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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臭臭，带着他们2个赶紧先跑。好，先走了。跟我来，你们小心。来，过来。走。回头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不知道我们是方兆猛的家眷吗？当然知道，绑的就是你们。想活命就给我老实点，都给我闭嘴！大哥，人怎么办？带走2个。走。不是，走！别！总算溜出来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快走吧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就怕错过了时间，救不出冯教球。应该还来得及，他们坐轿去玉福寺，走不了那么快。走啊！走！撤！打！站住！少奶奶，你这是要带武太太去哪儿啊？你让开！马上！你们什么人？快放开老子，不然没你们好过的事儿！快放开我们王营长，听到没有？不然我们开枪了！好，开枪啊！只要你们不怕我把你们营长打死，都别开枪啊！我不发话，谁也不许开枪！怕死叫你手下把枪都放了，让他们走。让他们走。你们先走。那你们呢？不用管我，你护送他们走，快走。走。你没事吧？赶快走吧。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现在怎么投降了？我估摸着他们已经走远了，你们也追不上了。听仗义啊！说，你什么人？把他给我绑上！是。带走。走。
谢谢你们，咱们快走吧。月光还没有来呢，别管他了，咱们赶紧离开这儿。我一个人不知道去哪儿，我还是等他吧，有可能他马上就要到了。保安团的人一会儿就追上来了。他不来，我不走。可是我还有重要的事，那我就不等你了。你可别怪我丢下你啊！驾！驾！站住！带走，走，快走！大当家，怎么样？这趟没白跑吧？没白跑，老子抓了方兆猛的2个老婆，这回他可傻眼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有救了。三儿，哎，你下山给方兆猛送封信，就说那2个老婆在我手上，问他2换1干不干？得嘞，那我去吧。好，走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！冯小脚，快追上！看样子伤得不轻啊，方哥，救不救？当然救啊，不能救，咱们不能救。你什么意思啊，二毛？你看他们人这么多，就凭咱们3个，根本对付不了。再说了，乔教伤得那么重，他也不能跟他走啊。即使我们救了，也得东躲西藏，治不了他的病啊。我觉得二毛说的有道理。如果我们救他，耽误了治疗，万一落下什么病根，那样也会害了他。是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哎，方哥，二毛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正因为是兄弟，我们才应该这样对你啊！你听我一句，等乔教伤好了，咱们再找机会救他，机会有的是啊。对，你二毛，你小子就是个混蛋！对不住了，方哥，放住他！方哥，你们放开我！方哥，我让你们好好保护他们，你们是怎么保护的？啊？刚才我去追少奶奶和武太太。什么狗屁少奶奶、武太太的？他们抓走了本真老四，你们看见是谁抓的吗？好像是几个拉黄包车的车夫。车夫？假扮的吧？报告，团长，有人在门口送了这封信。拿过来。哼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本真老四在庞振山那儿。他想交换人质，他不愿意拿出2000块大洋，一出手抓了我2个家人。那您换不换啊？你们说呢？子怀，你去一趟。好。刘凤妹，过来签字画押。我不画押。好玩呀，就送你去省城享福了，那儿的大佬可比我们这儿舒服多了。我又不是悍匪，你们这是诬陷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住手！不画。干什么呢？方团长让我来通知你们，不用画押了。那送省城呢？当然也不送了。昨天晚上商量好的，怎么突然又变了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把人交给我就行了。是。刘凤妹，跟我走吧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枪，让一个萧红秀居然就这么跑掉了。团长，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呢。要不是半路杀出2个神秘人，他根本跑不掉。神秘人？是啊，已经抓住了其中一个。抓住了？审了没有？他叫什么？是干什么的？他说他叫张山，做小买卖的。
做小买卖的，一个做小买卖的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你不想想？我就不明白了，王世才是怎么去玉福寺的？该不是你爹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了吧？不可能，哪来的蛛丝马迹啊？我想起一件事来。哟，傻瓜，今儿又立了什么功啊？几个弟兄今天在街上抓了一个在弹药仓库周围瞎转悠的人，可是他碰见少奶奶了。少奶奶说跟他是老乡，结果我就把他给放了，最后还把他给送出了城。这有你什么功劳啊？这个人啊，我始终感觉他可能是共产党，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方团长。既然怀疑，你为什么不抓他呀？放他走了，不怕方团长怪你啊？这个时候能抓吗？啊，现在抓了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傻呀！然后砂锅一报告你爹，你爹肯定又对萧红秀起疑心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爹就是通过这件事怀疑萧红秀去玉福寺进香，对，结果呢，怕他借机逃跑，所以才派王世才随后去玉福寺。好啊，他倒是跑了，却把冯巧巧给留下了。你这么说是不是太牵强了？我看方哥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就别替萧红秀说话，这件事要怪就怪他，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庞振山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福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咱们可说好的，一个换两个，你可不许耍赖。大太太、四太太，你们没事吧？倒也没吃什么苦。这怎么没吃苦啊？落在土匪窝子里，能有什么好？过去吧。你也过去吧。大太太，走吧。对不住了，这么久才把你救出来。你叫张山？对。为什么要救他们？你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还以身相助，你倒挺讲义气的。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说了，做买卖的。你唬谁呢？爱信不信吧。哦，对了，以前也确实干过帮别人开园子的家丁。难怪呀。我说张山，你知道在桃岭跟我方兆猛作对，会是个什么结果呀？哟，潘郎中。王营长，吴太太的伤怎么样？虽说摔得有些重，伤不大，我用药10天，定会康复。啊，那就好。告辞。吴太太，作为团长的部下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话？不是我说您，您太相信少爷了，您还不太了解他。我怎么不了解他了？
少爷吧，这从小任性惯了，做什么事儿都随心所欲，任性而为。您知道我为什么出现在玉福寺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团长发现少爷要开溜，逼问他，并承诺只要他说了实话，就让他2个月之后去接史亮的班，升任1营营长。少爷动心了，改了主意，主动交代了您和萧红秀准备逃跑的情况，所以才派我去拦截他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我就知道您不会相信，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。信不信由您啊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说，是不是方兆猛让你过来挑拨离间的？团长根本就不知道我过来劝您，是我同情您，不忍心看您被少爷一次又一次耍弄。我更没骗您，我要如果骗您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你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欺骗我，耍弄我？你难道觉得我一个女子好欺负吗？喝。来，凤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这悬着的这颗心呐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为了救你，我跟兄弟们真是想尽了办法，黄毛兄弟还丢了性命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我在大牢里遇到了萧红秀，他告诉我的。这事儿都怪他，要不是他，我早就把你给救出来了。怪他？你怎么能怪他呢？上次他来告诉我你的关押新地点的时候，想要长命锁，我把这长命锁没在我手里的事跟他说了，他一翻脸，摔门就走了。我怀疑他是为了报复我，向方兆猛告了密，方兆猛才来围攻我们的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告的密呢？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只有他知道我们的藏身地点在哪儿。萧红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为我死去的兄弟报仇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本寨啊，吓死我了，老爷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老爷了。好，不哭不哭不哭，这不是没事了吗？你受了惊吓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不好。这也不能怪你，只怪这帮土匪太猖狂了。老爷，被土匪抓的还有我呢。我知道还有你，你急什么？哎，老四，你不是也没事吗？没事是没事，可是我跟大姐一样，被吓得够呛。好在是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呀！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来。老爷，萧红秀和冯巧巧人找到了吗？冯巧巧抓回来了，萧红秀跑掉了。月光跟那个邱小安后来从那个训练基地溜走了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再明白不过了，什么少爷想跟萧红秀复合，去给冯巧巧请安，这根本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在演戏。这戏也演得太好了，连我都骗过去了。这个萧红秀，她诡计多端，不过这次还是少爷的问题。要不是他跟萧红秀假复合，早就被押到省城里去换枪了，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逃跑，以及我跟大姐被庞志山给绑票。这个兔崽子，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我有时候真的怀疑，他是我亲生的吗？亲生儿子倒是不假，老爷，你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呢。要我说呀，这么坑爹的儿子，还不如不要呢。哎，你说得对，有道理。我要跟他脱离父子关系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老爷，这个不孝之子，他是死是活，从今往后跟我没关系。来，庞振山，你这次这么用心的救我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我算是看明白，
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我这心里当然有你了。嗯，你是我师傅的闺女，我心里要没你，那师傅在九泉之下能答应吗？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妹子啊。晴妹，我是你晴妹，你是我情郎。不是情妹，是亲妹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子看呢。庞真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忘记我爹交代的？你装什么蒜呢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刘凤妹也算是有才有貌，我也算是七岭山的一枝花，我就这么配不上你吗？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你。是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能看上你？你别激动啊！你多喝点啊！这七岭山上的，我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的。二当家的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这是大当家的庞正山呐！小心抢走火呀！进来。是你，你就是斑鸠。你见过我？我认错人了。金河茶，是敖哥派你来找我的。是啊，他就快到桃岭来了。是吗？敖哥想请你暗中帮帮他。他说你救过他的命，他相信你不会亏待你的。他是想让我做他的内线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愿意为敖哥效力。好。吴太太，您好像昨晚上没睡好，眼圈都黑了。小凤，你去给老爷煮一碗莲子粥，给老爷送过去。专门给老爷准备的。对，快去吧。是。老爷，这是武太太让我送来的。哦，是巧巧吩咐的。是啊，武太太一大早吩咐我的，专门给您做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先放这儿吧。哎，他恢复的怎么样？恢复的不错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睡眠不太好，昨晚上好像一晚上没睡着，眼圈都黑了。那好，我去看看他。乔乔，老爷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给你熬的莲子粥，你喝了吗？放在屋里了，我惦记你，过来看看。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小凤啊，吴太太，把莲子粥端过来，让老爷在这儿喝。是，快点去端过来啊。好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比昨天好多了。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我让潘郎中给你用的是最好的药。谢谢老爷。哎，见外了不是？乔乔啊，看到你回心转意，我真的很高兴啊。要是你早听我的话，又何至于这样呢？老爷，我跟你说实话了吧？我跑了3次，每次都失败，证明我跟方月光无缘，注定我是老爷的人。而且，我也看错了方月光。哎，也是阴差阳错呀。要是月光早告诉我跟你相处，我也不会去提亲，不会迎娶你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我不会计较的，真的。老爷真是个大度的人，那我这辈子就托付给老爷了。
你可要好好待我呀。乔乔，你放心，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，才纳你入门的。从今往后，有我方兆猛罩着你，方家内外，桃岭上下，没人敢欺负你，真的。啊，哎，你看，这是给你的戒指。哎，这可是外国的洋玩意儿，可值钱了。是吗？啊。谁让你去找冯巧巧说月光的坏话的？团长，您不会怪我吧？你不该自作主张。不过，你去劝说了一番，效果还不错。是吗？嗯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开始回心转意了。今天早上，给我熬了一碗莲子粥，知道心疼我了。太好了，祝贺团长，您这块心病总算可以去除了。嗯。不过。我还是觉得不踏实，像做梦。同志，谁是你同志啊？你什么人啊？我从省城来，要找你们吴道成团长。好大的口气！你找我们吴团长什么事啊？这可不能告诉你啊。你不说事由，我怎么敢放你进去？我来是送一份情报。必须得亲手交给他。情报？什么情报？省城的地下党托我送的一份情报，快到最后期限了，我得赶紧找到吴团长。这样吧，你把情报交给我，我转交给吴团长，在他查验后，如果确定情报是真的，我再放你进去见他。那不行，我说了，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吴团长他不在柴溪口，他有事出去了。不在啊？那其他领导呢？其他领导都不在。都不在啊？哎，那我能进去等他吗？不行，我没法确定你的身份，不能放行。我大老远跑来，怎么就不能让我进去啊？对不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等吴团长回来，再对你进行检查。为什么？我们怀疑你是冒充地下党。冒充的？这个情报很紧急。对了，我有块长命锁，是省城地下党负责人范德蒙交给我的，这块长命锁就能证明我的身份。是吗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怎么没了？我在半路上还检查过的，这怎么就没了呀？好像真丢了似的，装的真像。我就知道你会找不着。我真的是来送情报的。田壮，是你？你真的是红军啊？什么？房间少奶奶？那我这个老乡呢？放了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……田壮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怀疑他是一名奸细。奸细？不会吧？放了他，我认得他。你认得他？他救过我。就凭他曾经救过你，你就相信他是自己人了？保安团喊抓共党，他挺身救我，就说明他是我们的人。不然，共党那么重的罪名，他敢出面救我吗？这位姑娘，我问你，这2天方兆猛他在做什么？他带着保安团的人马，在城外的训练基地在集训呢。是吗？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啊！什么机会啊？抢方兆猛的弹药仓库啊！我上次就是在仓库附近打探，才被保安团抓住的。陆连长，吴团长跟尤副团长都不在，你可不能擅自行动啊！等他俩回来请示后再行动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回只能先斩后奏了。反正我不赞成你的做法。田壮，我是连长，这主意我拿了，你就甭管了。哼！这位姑娘，吴团长今天也不会回柴溪口，你跟我们去趟桃岭，连夜返回，也不耽误你的事。再说了，田壮不相信你，你参加我们的行动也好证明给他看。这个，你对桃岭的街巷比我们熟悉，我们也需要你啊。大！哎呀！别去了，我的，别去！解热吗？欠我250大洋。不急嘛，
一会儿到晌午一块儿。不行，欠我太多了，结了才能玩。我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，没钱玩什么？最近耍老子呢？你别乱来啊！哎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混账欠老子的钱，想赖掉不还，大家说该不该揍他？揍他！大太太，您看见了？那个光着膀子的就是少杰吧？今天不卸了他一条胳膊，老子出不了这口恶气！住手！哎，今天还要打抱不平呢，老太婆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瞎了你的狗眼！你骂谁老太婆？她是方家大太太。对不起，大太太。放了少杰吧，他毕竟是保安团的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您发话了，我肯定给面子。不过他欠我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啊。他欠你多少钱？250大洋。这么多。老田，在。去账上取250块大洋来，快去快回。好。少杰吧，20年前，西梅到底有没有被你和邹子怀弄死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我替你还了赌债，救了你一条命，现在只要你告诉我一个实情，就这么难吗？大太太，你还是有顾虑是吧？放心吧，你告诉了我实情，我绝不会告诉老爷，也不会外传。这事儿也不能让邹子怀知道。那当然。这事千万别告诉方团长，不然我这小命没了。放100个心吧。其实啊，他没死。邹大哥，我不想死，你放了我吧。我们也没办法，不能违抗命令。其实我也不怕死，可是我肚子里怀了孩子，我不想这个小生命还没有出世就被杀死了。你肚子里怀了孩子？对，已经2个月了。是方哥的吗？当然是他的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结巴，过来哦。结巴，你说该咋办？最后啊，那邹子怀坚持要偷偷放了他，我拿他也没办法，只好听他的。西梅应该还活着。什么？西梅没有死？没死成。当年老爷年轻气盛，一怒之下要邹子怀和少结巴悄悄弄死西梅。邹子怀得知西梅已经怀孕了，就于心不忍，偷偷放她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我不明白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关心西梅的死活了？是因为萧红秀。萧红秀？你该不会是怀疑？我现在可以确定地告诉你，萧红秀就是老爷和西梅的亲骨肉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已经确定无疑了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确定的？第一次见到萧红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的眼睛特别的像西梅，那时候就有些疑惑。后来为了和月光和他的八字，才得知他的出生时间就是在西梅被弄死8个月之后，我就更怀疑了。再后来，你跟我说萧红秀昏倒了，盘龙中说她得的是血虚症。可是，这血虚症跟萧红秀身世有什么关系啊？西梅也有着血虚症，这种病容易遗传，但得这种病的人并不多见。所以，你就怀疑萧红秀是西梅跟老爷的女儿？是啊，这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西梅当年应该没死成。但是，要查清这个真相，就只有找邹子怀和少结巴。那，他们俩跟你说实话了吗？没有，他俩都异口同声地说，西梅当年已经死了。这我本来也觉得我自己多想了，再加上看他俩赌咒发誓，我就相信他俩说的话了。那你后来怎么又起疑心了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萧红秀那个银手镯
我看着很眼熟吗？银手啊，我记得，我问过你，你却吞吞吐吐的都不肯往下说。哎，萧红秀那个银手镯，我一看就是西梅当年戴过的，因为那个手镯是按照客户要求专门定制的，那上面有很特别的梅花图案。当年西梅就定制了一对这样的手镯，世上不可能有第三只。所以你是看到西梅的手镯，又再次起了疑心？我想到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西梅他人早已经死了，这手镯是被邹子怀或邵结巴偷偷从他手上取走，拿走卖掉，然后又被萧红秀的父母买走，留给萧红秀。第2种可能就是西梅当年没死，那萧红秀就只会是老爷和西梅的女儿，这手镯就是西梅留给萧红秀的。虽然当时疑点这么多，但我还是觉得这第2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邹子怀和邵结巴他俩都一口咬定西梅当年已经被处死了。那你是怎么发现他俩撒谎的呢？邵结巴欠了人家一大笔赌债，我帮他还了，这才让他开口说了实话。西梅果真被他俩放走了。那这么多证据加在一起，足以证明萧红秀就是老爷和西梅所生。既然如此，那萧红秀，哎呦，幸亏跟少爷结婚是假，要不然这2兄妹这就全乱套了呀。是啊，还好他俩是假夫妻。老四，啊，这个秘密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，我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那是自然，要是老爷知道萧红秀是他的女儿，肯定会相认的。这个萧红秀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要是她以方家女儿的身份回到方家，她势必会与我们处处作对。老爷又这么袒护她，以后我们2个人就真没法过了。唉，还不只是这些吧。什么？三太太没死啊？没死，还是你的计策使得好，才逼得那邵结巴吐露了实情。大太太，邵结巴跟随属下多年，他的七寸我会把握。你知道西梅肚子里怀的孩子是谁吗？什么？她还怀了孩子？谁啊？就是萧红秀。大太太，这太巧了吧？这事儿就算烂到肚子里，你也不能说出去，也不能告诉老爷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要是老爷知道了，或是外面有什么传闻，那只能是你泄露出去的。邵结巴不可能乱说的。大太太，我以后啊还要仰仗您呢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你也被老爷冷落一段时间了，找个机会，我去跟老爷说说，让他恢复你的营长。哎呀，大太太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我以后就跟着您了。你有什么吩咐，你只管说。你说什么？大太太替邵结巴还了赌债？是啊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整整250块大洋啊！这不对劲儿啊！大太太出手怎么这么大方？肯定是个圈套。圈套？这样一来，邵结巴早晚会说出他不该说的事。什么不该说的？你就别多问了。总之，邵结巴现在对我是个极大的威胁。威胁有多大？不死也得脱层皮呀！哎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啊，毕爷，那个我婆娘患了重病，高烧不退，乡下的郎中叫我安排后事，可我不想她死啊。听说城里的潘郎中是华佗在世，医术了得，我就急忙赶过来了。是吗？揭开被子我看看。不能看啊！为什么不能看？我刚才忘记说了，我婆娘患的可能是天花，容易传染。你要是不怕传染，我就揭给你看。哎，行了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谢兵爷，走。团长，报告团长，我有个重要情报向您汇报。
什么情报啊？有几个人开着担架进城，其中一个人被我认出来了。什么人？是共党，是柴溪口的共产党红军。红军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了。大姑，你说这些红军，他们来干什么？这我不知道啊，团长。进城了，还算顺利。站住！走吧。你走。等会儿，干什么呢？谁的？桑云轩的李老板。李老板。哎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同志们，好家伙！少一把，我的呢？你要枪干嘛？参加行动啊！就怕给了你枪，到时候枪口对着我们打。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啊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我们的枪支本来就短缺，这是按人头带来的，没算你。这样吧，你先在这等着，等我们打掉那4个站岗的，见了他们的枪，再给你1支，好吧？同志们，做好战斗准备，走。陆连长，差不多了吧？哥几个今天可精神点啊，晚上咱喝酒去。今天咱们志在必得，走。哪来的枪声？怎么回事？城里最招人惦记的就是弹药仓库，红军最缺的就是武器弹药。看来他们盯上我的仓库了。团长，有这个可能。我给你20个人，你带着他们从北门悄悄进去，先小街小巷走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团长。咱们来个将计就计，弹药仓库后面有个秘密通道，你们从那儿进去，埋伏在仓库里。明白了，去吧。好嘞。情势突变，萧红秀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，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这会使田壮认为他是一个奸细，他就是长了10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怎么回事？仓库里哪来这么多人？这还不明白吗？他们等着我们上当啊！不可能，萧红秀不是什么坏人。我说，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他不是坏人？我看你是中了邪了。同志们，撤！走！走，都走！追！快点！萧红秀呢？糟糕没影了，他一定是奸细。他不是奸细，一定是出什么意外了。意外？来了这么多敌人，这就是意外？他跑也是意外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同志们，赶紧撤！是。二毛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你爹弹药库那边发生了枪战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！现在外头乱成一锅粥，我就终于可以把冯小巧给救出来了。得了吧你！你不是说冯小巧不支持你做绿林好汉吗？怎么着？你们俩还发生分歧了？我们2个是有分歧，但我也不忍心看着他被关在那里受辱啊！万一再像上回那样一下死了，那我心里得有多难受啊！哎，怎么着？你们2个是不是不打算帮我？不是不帮，方哥，方府防守那么严，连只老鼠都打不进洞，怎么救啊？哎，就是啊，你们2个是不是我兄弟啊？我可把丑话跟你们说在前面。如果你们2个今天不帮我，那咱们的兄弟情分今天为止就走到头了。哎，不是，以后你们2个就甭想再让我帮你们。
别多问了。总之，少爷爸现在对我是个极大的威胁。威胁有多大？不死也得脱层皮啊！哎，兄弟，你咋不出上前啊？这可是立大功的好机会。有几个空档，眼看就要抓住了，别让傻龟一人占了便宜。是啊，这可是立大功的好机会啊！是啊，那可是一大笔大洋啊！抓空档！抓空档！走！哎，兄弟，我在这里接应你们，注意安全，小心。好，走。少爷，你该叫我方连长了。怎么着，我家不让我进啊？少爷，团长有令，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准入内。谁敢拉我？让开！小凤，怎么了？是少爷，他硬要闯进来。乔乔，我来救你了，你跟我走。走啊！走啊！放开我！怎么了你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少爷，我是你五妈，请你对我尊重一点。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回事？我去玉福寺等你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？我摔下山的时候，被他们给逮住的时候，你人又在哪里？我爹看得我太紧，我出不来。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你又被抓了，然后你受伤了，我怎么救你？我根本带不走你啊！你撒谎！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。我没骗你，你被王世才绑在马上的时候，我就在路边的小树林里。你不信，你问小安去。我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是因为你爹承诺让你当营长，你动了心。所以决定放弃我，还把我们逃走的内情告诉了你爹。你就是一个没有真心的人。什么营长？你听谁说的？根本就没这事儿。你这么说就太不了解我了。太不了解你，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你，才会被你骗得团团转。这件事不怪我，要怪就怪萧红秀，她的行动意图被我爹给发现了。你才会被抓的呀！我爹派王世才特意去的玉福寺。别提萧红秀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跟你逃出去，你的目标是当土匪，我能当土匪婆吗？你救我出去，你有钱吗？我们怎么生活？我跟你出去，能过安定的生活吗？乔乔。这事儿咱们出去了再说，这儿不是地方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坨臭狗屎。你怎么骂人呢你？我骂人了，你这么对待我，我骂你还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老爷对我也很好，我现在衣食无忧。你看见这个戒指了吗？你给我买得起吗？一个戒指，冯乔乔，你太过分了吧！现在萧红秀不在你身边，你就跑过来找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鬼才信你！滚！乔乔，冯乔乔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呀你！
巧巧，光儿，去我屋里吧，妈有话跟你说。月光，走吧，我们出去说话。大妈，妈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也是吧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兰儿，我回来了。你这打扮从哪儿来啊？从柴溪口过来的。柴溪口？哦，你把长命锁和……没见到人，我到那儿才发现，长命锁又让我弄丢了。你这孩子啊，从小就丢三落四的，总是改不掉。一块长命锁就让你这么失魂落魄的，我看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长命锁，你要送的人也不是个普通的人。兰儿，你就别瞒爹了，爹也是要求进步的人。沙国，这次立了大功，直接提升到副排长。啊，不是团长，我这连班副都没干过，就当排副啊。沙国，还不感谢团长？谢团长，谢谢您的栽培。不过还是让那帮共党逃跑了。要是咱们将那帮共党全部消灭掉，那就太好了。跑了更好，犯不着跟红军结这么大梁子。哎，咱们兄弟挂了几个？咱们兄弟挂了7个，也包括少结巴。少结巴也死了？啊。小安，二毛，干了这碗酒。方哥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我没事，我喝死拉倒，你别管我。方哥，你已经喝醉了。我没醉，我清醒着呢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女人心海底针，你根本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。你懂什么呀你？你才经历过几个女人？我是不懂女人，可是我知道你跟风巧巧根本就没有缘分。再说，他居然以为你会为一个狗屁营长而放弃他，那证明他根本就不了解你。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你跟这儿借酒消愁，我觉得不值。对啊，方哥，你就忘了他吧，天下女人多的是，不止他一个。是啊，他如此羞辱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心里憋屈啊我。巧巧啊，我都听说了，你拒绝了月光，没有跟他走，你做得很好。不要提这件事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。那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我这儿有个宝贝。什么破珠子啊？哎，看，你看，这可是夜明珠，夜里会发光的。特别的稀罕，是吗？这么稀罕的东西给我啦？那当然了，只要你喜欢，我的东西都可以给你。哎，来，给它放好，啊，哎，怎么样，开心吗？嗯？少结巴让进城偷袭的红军给打死了，我看见了。他冲在前面，我想拦都拦不住啊！红军的枪法都很准的，怎么能这么拼命呢？
不管怎么说，少结巴也是跟了我20几年的兄弟，我这有些大洋，你拿去帮忙安置下他的家人。好，邹营长，你真是有情有义啊！当年要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度过能有今天，全靠您关照。少结巴死了，以后您就把我当信得过的人，行吗？我什么都听您的。